我一直都很享受躲在镜头后面偷看别人，直到有一天，那些照片里开始有东西也用同样的方式盯着我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被一直看着真的很不舒服。偷拍。他从照片走出来了。我从大学开始就喜欢偷拍女性，一开始只是拿手机随便拍拍，后来买了专业相机、长焦镜头，还有几乎没有声音的快门，我就越来越放肆。捷运站、手扶梯、百货公司、天桥、街边长椅、咖啡店玻璃窗边，只要我想，我几乎都能拍到他们最自然、最毫无防备的瞬间。我很会伪装，别人看到我只会觉得我是个认真在找素材、拍街景、拍建筑、拍夜色的摄影师，这个身份实在太好用了。他们永远不知道，镜头真正对着的是他们的裙底、侧脸，还是低头时露出的脖子。回家之后，我会把照片一张一张汇进资料夹，按照日期、地点、服装、角度仔细分类，放大、调亮、裁切，然后洗出来，一张一张贴满房间的整面墙。我还会在照片背面写下拍摄地点，甚至记得那个女孩当时低头看了几次手机，是不是有回过头，是不是差一点就发现我。我最喜欢站在墙前，一张一张慢慢重新看，看那些女生脸上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表情。我享受的从来不是摄影本身，而是偷偷把她们隐私的那一部分带回家，变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只有我能独占的东西。那种隐秘的快感让我越来越上瘾，几乎每天都想出门再多偷一点。那天晚上，我拍的是一个穿白裙的女孩，她站在百货公司外面的红砖道上，低头看手机，长头发垂在肩膀前面，脚边还放着一杯没喝完的饮料，看起来安静又毫无戒心。我隔着一段距离，假装在拍街景，靠近那女孩，开始拍摄裙底，连拍了好几张。当时我觉得这组照片拍得特别满意，心情很好。回到家打开电脑，看到第3张的时候，我突然停住了。那个白裙女孩背后的玻璃倒影里，多了一张不该存在的脸。那张脸贴得很近，颜色发灰，眼睛黑得像2个深洞，头发湿湿地粘在侧脸上，嘴角微微往两边裂开，像在笑，又不像笑。最让我背脊发凉的是，他没有看那个女孩，他在看镜头，直直看着我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第一个念头是反光，第二个念头是刚好有路人经过。但我清楚记得，当时那个女孩后面根本是空的，没有任何人站在那个位置。我把照片放大，越看越觉得那东西不像人，越看越觉得他在盯着我。我有点烦躁，觉得这是张有瑕疵的坏照片，就直接删掉，关电脑去洗澡睡觉。可那晚我睡得很不安稳，我梦见自己还站在百货公司外面，不断拍那个白裙女孩。每拍一张，她背后就多一个人，第1张1个，第2张2个，到最后变成一层层叠在一起，全都穿过那女孩的身体，眼睛却全部直直盯着我。醒来的时候，天还没亮，房间里只有电脑屏幕待机的蓝光。我看着墙上那些安静的照片，忽然有点不敢转头，总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看我。之后我还是照常出门拍，试着告诉自己别想太多，毕竟拍照片这么久，偶尔拍到奇怪的反光或影子也不是第一次。但2天后，在捷运手扶梯上，我又拍到一个穿深蓝裙子的女生。我站在下方一层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角度很完美很隐秘，她完全没有察觉。回家打开照片，还没放大，我就看到了。那个长头发的东西又出现了，这次她站得远一点，身体歪歪的，头却正对着我的镜头方向。头发像刚从水里捞起来，整张脸白得没有血色，嘴角还是那道不自然的裂痕。奇怪的是，只有其中2张有她，前1张和后1张都没有，像她只在某个短短的瞬间，故意走进了我的镜头。我开始觉得不安，但不安里又混着一点奇怪的兴奋，像我无意中拍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我没有删掉，
反而把那2张拉到资料夹最前面，放大研究了好久。为了证明自己没事，隔天我又出门了。第3次是在商场和停车场中间的长廊，一个年轻女人站在自动贩卖机前拿饮料。我躲在柱子后面，透过反光金属板连拍了好几张，心里还在想这次角度应该很完美。回家一看，我整片后背都凉了。这次她几乎贴在那女人背后，头微微偏着，像在看她，又像在闻她脖子上的味道。更可怕的是，在金属板的另一层反光里，我清楚看到了自己，而那东西的眼睛根本没有看前面的女人，她在看我，看着拿相机的我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真的怕了，我把相机收起来，连续2天没出门。可人一闲下来，脑袋就一直绕着那些照片打转。我忍不住反复把照片调出来放大，想找出到底是哪里出问题，是不是修图软件坏了？是不是记忆卡损坏？是不是重叠曝光？都不是。它每一次出现都不太一样，有时候头发更长，有时候脸更肿，有时候嘴咧得更明显。但我知道那是同一个东西，它总是出现在我偷拍的那些女性身后，又像一直都知道我在哪里，一直都知道我在看。我试过强迫自己不拍，但越忍越难受，最后还是像上瘾一样，又拿起了相机。这次拍完回家，我腿都软了。照片里那东西不再站在那些女人后面，它站在我后面。那是街边咖啡店的玻璃反射，我假装拍店门，实际上是对准窗边坐着的一个女孩。而我站在人行道上，手里拿着相机，那东西紧紧贴在我背上，脸从我肩膀旁边探出来，头发几乎要碰到我的脖子，眼睛直直盯着镜头。那距离近到，如果我当时真的回头，可能就会直接撞上他湿冷的头发。我当场把相机摔到床上，整个人往后退了好几步。房间安静的只剩下我的心跳声，我不敢回头，却清楚感觉到背后好像真的有人在呼吸，冰冷的气息好像已经贴到我耳后。从那晚开始，我的房间也彻底不对劲了。墙上那些我花了好久才洗出来，贴满整面墙的照片开始慢慢改变。不是我记错，原本那东西站在比较远的地方，隔天再看，它就靠近了一点。原本只露出半张脸的，后来整个头都从玻璃里探出来了。电子档的图片完全没变，但纸本照片却在变。更恐怖的是，那些原本被我偷拍的女孩，正在一张一张淡掉，像被什么东西慢慢擦掉一样，身体变得模糊，只剩下背后那个灰白的影子越来越清楚。半夜我总是睡不好，有时觉得有人站在房门口，有时浴室镜子里会闪过一绺湿头发，有时客厅窗户反光里会多出一截苍白的侧脸。我不敢把灯全关，也不敢让房间太亮，因为太亮的时候，墙上照片的反光看起来就像里面的东西正在微微移动。到最后，每一张照片里，那个长发咧嘴的东西都不再看那些女人，她们全部转过头来，看着同一个方向，看着照片外面的我。几十张照片，几十个不同的场景，全都在盯着我。我终于撑不住了，冲到墙前，一张一张用力撕下来。纸张撕开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刺耳，特别脆。可越撕，我越觉得不对劲，被我撕下来的照片背面竟然全都是冰冷黏腻的，不是普通的水，而是像放了很久的潮气，还带着一股闷闷的霉味，像永远干不了的头发。我手抖得几乎抓不住照片，转身想冲出门。就在那一刻，眼角扫到旁边已经黑掉的电视屏幕。反光里，我站在门边，手里还抓着几张撕烂的照片。而我背后，那个长发女人就紧紧贴着我，脸几乎贴到我耳边，头发一绺一绺垂下来，湿得发亮。她的嘴角慢慢裂开，越裂越大，像被人拿刀沿着嘴边用力割开。然后，她抬起手，指向我。我猛地转身，什么都没有，房间还是空的，只有墙上剩下的照片安静地贴在那里。
下一秒，我的手机从手上滑掉，前镜头撞到地上亮了起来。屏幕里是我苍白的像纸一样的脸，眼睛睁得很大，而我背后站满了影子。那些我曾经偷拍过的女孩、女人，一张一张脸，全都以潮湿模糊的影子形式出现。她们没有看镜头，全都盯着我。最前面还是那个长发咧嘴的东西，他慢慢把脸凑到我耳边，我腿一软，整个人直接坐倒在地上，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压住，呼吸都上不来，手脚完全不听使唤。墙上的照片开始一张接一张掉落，啪啪啪。最后我看到的是满地散落的照片，每一张里那些女孩都消失了，只剩下那个鬼。有些站在画面正中央，有些从玻璃里往外看，而离我最近的几张，他已经不在照片里了。像是终于走出来了。